若是看不惯，蓝湛你伶俐已解，大可不必看这一出好戏。好戏！蓝忘机松开拽紧魏无羡衣襟的手，随后却是拔出腰间臂陈。他也只有气急了才会拔剑相向，想着像从前那样生气就打一架，打一架怒火消了也就好了。蓝湛，你这是……也对，我这样的邪魔歪道，自然是该杀的。不过，你当真杀得了我吗？拔剑，蓝二公子。原是下山为两人寻吃时的温宁回来，便是看见蓝忘机对魏无羡拔剑相向的模样，而伏魔洞内浓浓的血腥也让他一惊，不用想也知道是如何一回事，定是自家魏公子又以同样的法子气狠了蓝忘机，知道他身体亏损的厉害，不免担心害怕，放下手中吃食，便挡在魏无羡身前。温宁，让开！魏公子，让开！蓝湛想比比剑，看看随便，那就陪他玩玩又如何？魏无羡推开身前的温宁，手在碰到随便时愣了愣，许久，他也许久没碰随便了。从剖了金丹之后，大抵是想赌一把，赌眼前人并不会真的伤害自己。只是蓝湛啊，现在的我拿起随便，该是在你手下过不了3招吧？因为偏偏墨发翻飞，好似又回到从前。魏无羡眼中带了些许怀念，随后却被步步紧逼的碧尘拉了回来。他身手矫捷的躲避着，却是不曾拔剑。拔剑！见魏无羡愣神后一味躲避，并不拔剑，知他心气高傲，未曾将旁人放在眼中，大抵对待自己也如此，一时间带了些冷冽的寒意，低声喝道，手中的碧尘却又再一次紧逼向前，想让他拔剑。蓝湛，你的剑术越发好了，拔剑！呵，魏无羡不再犹豫，抽出随便，在与碧尘相碰的一瞬，他就知道没有灵力的自己，原来一招都抵抗不了。手心仍是被怨气压制，不在意血的伤口生生被崩裂开，人也后退了几步，他已然是拼尽了全力，可看在蓝忘机眼中，却是漫不经心，随意应付，哪怕这人没有再温习剑术，也不至于退步于此，心里越发沉闷。这人是写的一幕幕还在眼前，不免带了些怒气，手中碧尘并没有因为眼前人的一时不敌而放下，却是灵气加注的向着眼前人刺去，而魏无羡却是在没有抵抗。他知道自己是抵抗不过的，并不想让蓝忘机发现自己的灵力问题，索性放下随便。他在赌不会命丧于此。魏无羡，一瞬间蓝忘机眼中带着不仁的红，他没有想过这人竟会不抵抗也不躲闪，来不及收手的自己，最后一刻才堪堪躲过这人，可剑气还是在细白的脖颈处留下一道血痕，若是收手不及，他便是亲手，越发不敢想象后果。那一瞬间从脚底入骨的寒意，让他整个人都带了些颤抖，冷得恐怖。这人竟是连自己性命也可做玩笑，心里又痛又怒，手中的碧尘也再拿不住，掉落在地上。蓝湛，你若是心狠一点，就可以将我这魔头给扶住了。呵呵，我说了你杀不了我，哪怕给了你机会也是如此。看着面前不说话的人，魏无羡一步一步向前，随后又勾起一贯的笑脸，脖颈带血的伤痕让他看起来几分可怖，却是俊美非常。但是我也不想伤你，日后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打扰，下一次再见，大可不必留情，下山去吧。蓝湛见蓝忘机还是沉默着不说话，眼中带红，魏无羡略有疑惑的唤了声他名字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抬头看向自己的人会狠狠地呕出一口血，红得令人心惊。蓝湛，魏无羡心里慌乱的想要扶住他，却被狠狠地挥开，踉跄几分后又稳稳站定。蓝忘机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气得呕血，胸腔处难受的厉害，听他想与自己划清界限的话语，更是沉痛的不能呼吸。蓝湛，让我看看。哪怕被推开，魏无羡还是再一次上前，想要看看蓝忘机是如何，无端的呕了血，让他心里不由得一阵慌乱。可这一次却是被蓝忘机狠狠推倒在地，手脚也被紧紧禁锢着，让他反应不及。为何如此待我？蓝忘机生理是压抑的痛处，不知是质问魏无羡不躲避，让自己伤他，还是问他为何关心自己。蓝湛，松手！为何？怒气与心痛充斥着整个身体，越发顾不得身下人的反抗，只是一声又一声的质问着，原就失血过多，随了蓝忘机几番推搡打过，现下又被狠推在地，却是越发支撑不住。魏无羡本就沉重的身体越发不受控制，眼前一阵阵昏黑，耳旁还是这人厉声质问，只是不知如何渐渐听不清去，无奈笑了笑，直到手下渐渐没了动静，蓝忘机感受不到挣扎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认真的看了身下人，无力垂落在一旁的手微微蜷着，手心一片血肉模糊，头也偏向一侧，白皙的脖颈处剑痕依旧渗着血，似一幅并美画卷。
美的令人胆颤心惊。魏公子远远看着一幕幕惊心画面，一直知道蓝忘机定不会真的伤害自家魏公子，可看着被推搡在地上渐渐不再动弹的人，却是再站不住，违背命令也疾步向前。蓝二公子，你松开！如何被温宁掰下，紧紧禁锢着这人的手已然忘记，只是在他刚要扶坐起无了动静的人时，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默不作声，在他之前抱起这个自己哪怕怒极了也念之入骨的人，怀里的人好似清瘦许多，惨白的脸带着刺眼的红，手心的血顺着主人的垂落，摇晃滴滴落在自己脚下，安静的令人害怕。适才的剑拔弩张，满身怒火一瞬间消失殆尽，被满腔的自责心疼充斥着全身，一言不语的把人轻放在床榻之上，握住白皙带血的手，看着掌心的血肉模糊，而自己竟从不知他何时受的伤，这样的手指剑该是多疼，与自己的碧尘抵抗之时又该多疼。温热的灵力一遍遍传输到他体内，而另一只宽袖下的手却在自责中紧紧握着，力气大的浅整齐的指甲都陷入掌心。温宁看着紧抿薄唇，面色难看，为自家公子疗伤的蓝忘机打了热水，想要帮人清理身上血迹，擦擦伤口也不敢靠近，强忍空气中的冷意，上前刚要把湿帕凑向魏无羡脖肩，便被一道凛冽的眼神看着，直到手中帕子被拿走，顺便带了一声清冷的我来，这才心下松了一口气的赶紧递上，随后退下，急忙去给魏无羡熬粥熬药。他人醒了饿着，连他也说不清是被蓝忘机的冷意吓退，还是被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而吓退，总之就是觉得自己在这空间里显得格外多余。接过湿帕，轻轻的凑向这人脖肩，似乎是痛了，他明显不悦的挣扎动了几分，人却依旧没有醒来。别动，我会亲。蓝忘机手轻放到这人下颌处，轻轻稳住，另一只手又继续温柔小心的擦着渗血的伤口。这次魏无羡倒是再没有挣扎，仿佛听进去了蓝忘机的话，仔细做完这才放下湿帕，刚要松开轻抬住这人下颌的手，便被刻入心里的容颜狠狠定住。他已然好久没有好好看看这人，自从莲花坞覆面，每次见面不是不欢，而终就是匆匆一眼，而后更是几乎连面都见不着，颇有仇敌之势。这人似乎随着年龄增长，棱角又分明俊朗许多，只是清瘦的不像话，手不自觉地摸向微冷带白的唇。从前这张嘴里总是说着许多让自己心烦意乱的话，现下却是以自己生分许多，心里一丝丝的揪疼，也不知看了多久，才在这人一声轻哼中醒了过来，这才急忙松手，洗了洗湿帕，又轻拿起那不忍直视的手，